拜见娘娘。拜见娘娘。起来吧，庄寒燕，我让你罚跪，你却救了我性命，如此以德报怨，倒显得本宫气量狭小了。寒燕不敢，寒燕有错，自当认罚。久闻傅大人断案如神，可知这马为何如此魔障疯癫？回禀娘娘，今夜这场祸事，全因这只浸染了风马草汁液的手帕。那匹烈马久视风马草上瘾，嗅觉又敏锐，闻到此物便兴奋难抑。风马草？你的意思是有人要暗害本宫？此手帕乃家母贴身之物，娘娘方才已瞧出端倪。这绣工针脚粗陋，乃是有人暗中调换了家母手帕，又将这疯癫烈马放入厅中，本是意欲暗害家母，却不想险些误伤娘娘。庄夫人，你可知是何人所为？妾身不知。事出突然，请娘娘容小女探查一二，再行禀报。你亦不必遮掩了，既能调换帕子，自然是后宅之政。庄夫人，你可要我帮你料理了这桩祸事？娘娘恕罪，妾身家事险些累及娘娘御险，不敢再劳您大驾。娘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要彻查祸患，降罪庄家，才不损娘娘你皇家威严。庄寒燕，你上前来。我让你上前来。跪下。把手伸出来。娘娘你，当年待字闺中，我和你母亲在马球场上有过一番比试，这只玉镯便是彩头。虽然当年是我赢了，可其实我知道，是你母亲有意相让。如今你闺阁女子，冒险驯服烈马，救本宫于马蹄之下，本宫就将这玉镯赏赐于你。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还不接着？寒燕谢娘娘赏赐。时至今日，你还是不肯将这煮茶的诀窍告知于我。
我从未骗过你，我没有任何倔强，只是随手烹煮罢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不肯信我？你赏小女玉镯，意欲何为啊？你觉得呢？华贵玉镯，看似赏赐，实则诅咒。当年那场马球赛，你故意落败，让我大出风头，赢了那玉镯，也因此得了圣上青睐。我也是后面才明白，以你这般好强执拗的性格，怎能容我胜你半球？你不过是早已看透，这皇宫只是一个金雕玉砌的牢笼罢了。你不想受困宫闱，这些年我看似荣宠无限，实则步步惊心，步步凶险，放弃了多少，牺牲了多少，又受了多少暗害。我甚至被逼迫终生不得有子嗣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。那场比赛是为圣上举办，玉镯并非真正的彩头，真正的彩头是入宫为妃，此事人人皆知啊。我看你卯足了劲要赢我只是让你得偿所愿，如今怎么能来怪我？我就是要怪你。凭什么我受困宫中举步维艰，就连每年出宫省亲的机会也要跪地苦苦哀求，而你却可以？我原本以为，虽然你双腿残疾，家道中落，但至少有一个爱你至深、事事以你为尊的男人，却不料，即便你已残疾，却还是有人想要暗害你的性命。阮小姐，你也终究没能逃脱这牢笼。看我过得不好，你很开心吧？可惜我双腿残废，不能给你下跪，否则你跟着沾沾自喜，洋洋自得了。放肆！娘娘，谭大人到了。进来。微臣拜见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谭大人，素闻你医术高超，更有一手精妙绝伦的针灸之法，能让双手残废之人在执笔写字。庄夫人双腿残疾多年，辛苦您为她瞧一瞧，看看是生病了呀，还是中了邪。微臣遵命。你们干什么？庄夫人得罪了。你要干什么？谭大人不必再试，我双腿因受杖刑，筋骨已断17年。当年在家医治许久，那些大夫们都说再无站起来的可能。庄夫人，请问17年前您是从何处请的大夫？我丈夫寻的名医。只怕这些所谓名医皆不可信。什么意思？
您双腿筋骨是有陈年损伤，但若伤愈之后勤加练习，不至于瘫痪至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大夫都是在骗我？或是医术不精，或是有意暗害，我暂不敢妄下定论。枉你聪明一世，竟被人害了半辈子，却未察觉。郑夫人切莫动怒，方才我搭您脉搏，亦有积郁多年之象。只怕这些年来，你心怀极重怨念和恨意，更加损伤了自身，从而导致瘫痪多年而不得痊愈。否则，即便当年医治不当，如今至少也能跛脚走路。那以现下情形，我还有可能。若您信得过我，从明日起，我便每日前往贵府为您施针医治。但医体更需医心，最终能疗愈几分，还要看夫人能否放宽心怀，理顺气血，不再耽溺于焦灼恼恨之中，而自伤五内。那就是说我，那就是说我还可以再沾染吗？虽不敢保证你像从前一样健步灵便，但自理生活应该并无妨碍。一旦你双腿痊愈，你就自由了。你失去的东西，又可以失而复得。阮希文，来年上元节，本宫要亲眼看你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在屈膝伏地跪在我面前，你我这一局才算定了输赢。我知道，方才这场祸事，全是由你而起。无凭无据的话不要乱说，这可是死罪。你不必惊慌，我本无意揭发你，否则方才在贵妃娘娘面前，也不会替你遮掩。你又会安什么好心？我确实无意帮你，但也从未想过要害你。只是从今往后，你也有把柄落在我的手中。你若再敢对我母亲造次，我也绝不会轻饶于你。你别以为我会怕你，大不了就是个死。庄雨山，你我虽然血脉相连，却并无姐妹之情。只是看在同为女子的份上，今夜我再劝你一句：我们这一生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追逐，你不必为了一个并不爱你的男人，把自己变得如此不堪。是啊，
今夜我失败了，但你也不必如此耀武扬威啊！你还是不懂，我从未与你对局，又何来成败一说？你庄寒燕是不战而胜，在你这种阴险小人面前耍手段，就是我班门弄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就此认输。主母，夜已深了，咱们也该回家了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自个儿待会儿。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想去那座大宅院，却半步都不想再踏入。希文，宇文先生也来参加上元灯宴。近日上元灯会，只见京中儿郎女眷，幽会结交，情谊缱绻，让我想起还有一件旧物，当年未能交予你。什么旧物？玄勋束帛，栗皮对燕，绸缎玉器，文马脱甲，阳穗丹青。这些年，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会将这聘书礼单拿出来看一看。只可惜，当年情定之人，却始终不得成双成对。宴席已散，你来晚了。宴席已散，人未散。若还是有酒兴，你我再饮上一杯，那又何妨？希文，你既不愿再踏入那旧地，又何必如此自苦呢？这世间天大地大，总会有你的容身之所呀。好，我不逼你，只将这聘书礼单物归原主。我就等你一句话。你怎么也在？苗贵妃不但留你母亲小聚，还为她请来了宫中御医。三小姐果真料事如神。你如今官职已卸，还能将一朝贵妃随意指使，也算神通广大。此事并未耗费多少力气，我只是将庄家主母露面临江阁的消息传至苗府，她便不请自来。
原以为是故友，后以为是宿敌，如今看来，或许他们不过是一对同病相怜之人罢了。同病相怜，那病灶为何？他们都嫁错了人。那你呢？什么？婚嫁之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世事艰难，能够好好活着已是不易。男欢女爱，白头偕老更是难求。我从不敢奢望，也并未做什么打算。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满，你也从不向往。我很小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人心难测，情意生变。我不愿将此生希望系于一个男子的喜怒之间。但庄家不宜久留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受困于庄府？我并非不愿意嫁人，只是婚嫁之事于我而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风花雪月、白头偕老，更像是寻一处长久的容身之所，让我能够安身立命，不再受他人的欺辱折磨，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如此，便已是人生大幸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当然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夜深路重，三小姐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这几日的针灸见了成效，此乃经脉贯通之兆。郑夫人，您若是再吃不住痛，大可以喊出来，会好受一些。10几年都没有知觉，这点皮肉之苦，我甘之如饴。从今日起，还要继续服用汤药，另外，不可整日全坐在轮椅上，要时常下地走动。开始会辛苦一些，但只要心智坚定，一定会缓缓好转。谢谢。谭大人，我母亲还需要多少时日才能痊愈啊？这疾病已久，痊愈太难，我并无十足把握。不过，小病医体，
大病一心，只要夫人放宽心怀，谨遵医嘱，多则数月，少则数日，虽难痊愈，但定然会有起色。谭大夫，我院中这些仆人皆为亲信，您为我医治双腿一事，他们都会替我保密，还请您对外直说，为我调养身体便好，以防万一。夫人放心，我自明白。主母，母亲，没事没事，让我自己来，我至少要自己站起来。把拐杖给我。好，来，你们都让开，我可以的。母亲，主母，你没事吧？歇息一会儿吧。没事。来，擦一下。我来。韩燕，上元登宴，苗贵妃不请自来，还有宇文长安，都是你安排的吧？这些都不重要，母亲的心意才最重要。什么意思？若母亲双腿痊愈，无异于重活一世，难道愿受困在这宅院之中？你如此费尽心思劝我离家，谭大人也要我放下旧日仇怨，但这何其艰难！即便是我真的愿意离去，难道多留你在这虎狼穴之中？母亲是想让我随您一起走。主母，今日又收到3张拜帖。三小姐上元登宴驯服烈马，又得苗贵妃亲赐玉镯，这些权贵人家呀，就都起了求娶之意。是啊，还有好几个媒婆想要登门拜访呢。这其中倒是有几户好人家。韩燕，是走是留暂且不提，这些更替也暂可不看。你要如实告诉我，你跟福家姑爷到底怎么回事？母亲这话何意？自你归京入家之后，他就3番5次的助你，他是否对你动了情意？他是帮过我许多次，但此人心思捉摸不定，女儿亦不知他究竟是何种心思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对他动了情？韩燕，爱情是美好的，能得一心意相通之人，风雨同舟，休戚与共，乃人生幸事。我们身为女子，追求爱情并没有错，错就错在将爱情作为此生唯一的寄托。你方才问我，是否要我与你同行？我的答案是不要。你我虽是母女，但我不能伴你一生啊。我希望你有自己的人生，有自己的挚友和爱人相伴，而不是成为我的附属品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女儿明白。我对傅云熙或许也有情谊，但这其中
夹杂着感激、惧怕，甚至有过恨意。女儿愚笨，尚不能分辨清楚，但怕是没有许多时间让你考虑清楚了。母亲这是何意？你父亲近来被翰林院那位西洋儒士的公务缠身，也对你的婚事仍十分上心。听说他应下了很多庚帖，都要一一的会见相看。母亲觉得他此举是为何？我与他相处了20年，何须猜测？你与傅云熙之间多有牵扯，他多少也能看出点端倪。傅云熙负责追查裴党一词一案，早就让他心生忌惮，自然是希望早点把你嫁与他人，与傅家少一点来往。加上近日你我母女2人越发亲近，他心中有鬼，自然惴惴不安，怕我们合起伙来又给他惹出什么祸事罢了。既如此，这些是干柴，装饰样就是火种，就让他们烧去吧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探一探傅云熙的心意如何。好。早闻庄大人教女有方，今日冒昧登门，实在叨扰。若不是我央求了好几回，母亲还不肯来呢。这孩子平日里惯会说话，今日到了贵府，反倒失礼胡言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我看薛公子倒是个性情爽快之人呐。若是赶在春闱之前将我与三小姐的婚事定下，那便是喜上加喜了。在下见过岳父大人、薛夫人。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婿冒昧登门，只因担忧岳父大人暗通裴党一案。姑爷，此事早有定论，你又何出此言呢？吾有志，死无对证。此案仍有不少疑点，我听闻大理寺仍在暗中调查岳父大人，这才前来慰问一二。岳父大人可好？我未曾听说此事，何人调查我呀？岳父大人见谅，此前兵部员外郎杨大人暗通裴党，不但满门抄斩，更是株连9族，就连他的亲家公和亲家母都被拉上刑场砍了脑袋。如今小婿一家老小的性命都系于岳父大人是否清白啊！小婿心中实在不安。庄大人，既然有贵客到访，那我们就不再多做打扰，我们先回。母亲，您怕什么？三小姐背尸法场，救下满门，那是满京城传颂的英雄壮举，庄家一定是清白的。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我与三小姐八字相合，乃此生良配，您千万莫许他人。庄大人，姑爷，你这是……抱歉，惊扰了岳父贵客，在下也先行告退。哎，姑爷，大理寺为何调查我呀？我是清白的。大人，何事？薛家公子于酒肆中胡言乱语，说他今日去庄府提亲，以得三小姐中意，择日便要婚娶。给他点教训便是了。可是他手拿一只锦帕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说那是三小姐赠予他的定情信物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哎呀，这折煞在下了。庄大人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放过我家那不成器的儿子吧！千错万错，都是犬子的错，我已将他一顿好打。你如果不接气，你拿鞭子再抽他一顿，我夫妇2人全无怨言呐。对啊，快起身，快起身！快去再催催韩燕呐！大人呐，庄大人，庄大人，求求您！韩燕，父亲，这是三小姐，今天是我儿冒犯了您，求求您就饶过他吧。犬子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实乃本官教子无方啊！三小姐深明大义，贤德无双，还请三小姐高抬贵手，放过犬子一马吧。请2位明示。这事儿，你得去问
傅少卿啊。傅云溪，是。小姐，傅家过夜求见，说是要还您遗失之物。你的锦帕，今日被薛公子盗去，险些毁了你的生命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是我搞错了，告辞。你站住！傅云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就这般着急嫁人啊？那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我便帮你选上一选。吏部郎中之子左应寿，此人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。户部提举之子陈默，此人胆小如鼠，庸弱无能。广机库副使之子曹凤仙，此人惯常溜须拍马，实属厚颜无耻之辈。这些男子与三小姐确为良配啊！还有这些呢。太子少傅之子彭冠玉，此人金项玉质，文质彬彬，绝非动辄打家劫舍、舞枪弄刀的草莽匹夫。东阁大学士之子罗成，此人德爱礼智，光明磊落，绝非心怀叵测、满腹奸计之人。中书省员外郎之子邱明，此人虽然无甚才能，但却敢不顾他人戏谑调笑，放眼此生，只取义气，还要为未来发妻守身呢。不知姐夫觉得这些人如何呀？若三小姐有意，全部招为赘婿才好。告辞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三小姐今日前往福源寺为母亲烧香祈福，有个叫何文胜的往庄家送了拜帖，还买通了庄府车夫，探知三小姐今日行程，一路跟到福源寺去了。何文胜，听说此人虽出身寒门，却颇有文采，下月春闱必得高中。此人倒有些手段。不过大人，卑职有一妙计。说。好，我与哥哥蒙上黑金，快马加鞭前去劫道，那厮文弱不堪，必定吓得屁滚尿流。正当我和哥哥欲欺辱三小姐之时，大人身骑白马营救美人，如何？孩子把戏，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咦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三小姐恕罪，这小路难行，车轮竟垮掉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你出门前怎么不检查一番？这，小生何文胜见过庄小姐。这是，何公子见笑。庄小姐，你若不嫌弃的话，坐我的马车回城可好？荒山野地，才子佳人，二位好兴致呀！光天化日，你们想做什么？还在给老子逞英雄呢！我看你这穷酸样，也没什么好抢的。你把女的留下，自己滚！我乃荆轲举人，你们要是敢胡作非为，官府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们黑风寨做劫道生意，就从来没有怕过官府。滚！庄小姐，你快跑！小姐快走！听见没？小姐，何公子莫慌。你们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？继续啊！若你们不动手，你们的主子又如何现身呢？什么主子啊？尊家来都来了，怎么还不现身呢？这场戏还没唱完呢，难道就此落幕了吗？小姐，哎呀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这哪儿来的黄鼠狼啊？不安好心，看我不砸死你！小姐。
大人，若无他事，我们便先回去了。滚！哎，这，快走，快走。大人，还有何事？庄家三小姐派丫鬟送来一盒脂粉，说是给您遮丑用的。滚！傅云溪近日这番行径，你如何看待？母亲觉得呢？他对你有情。若当真有情，也该表明心意了。主母，三小姐，您快去前厅看看吧。怎么了？何文慎又来了，似乎是来提亲。老爷已经在前院跟他商谈了许久。此前拜帖并无回音，我只以为是庄大人已另有人选。何公子人中龙凤，前途无量，与我们庄家又是一南老乡，亲上加亲呐，哪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呢？庄小姐，韩燕见过何公子。韩燕不必多礼，你们二人已有婚约了，待春闱过后，择一吉日便可成亲了。婚约已定。韩燕，方才庄大人做主了，已为你我定下婚约。父亲，我何公子虽家门薄弱，却乃千里奇迹。下月春闱，哪怕不能夺得头筹，那也将是大有作为啊！此乃女儿的婚姻大事，父亲就这么签下婚约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为父已经替你考虑周全了。岳父大人，姑爷，入夜到访，有何事啊？我听说岳父大人要将三小姐嫁与何公子啊。确有其事，待定下婚期，请姑爷过来喝杯喜酒啊。见过傅大人。何公子与三小姐确实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多谢傅大人。但一女如何两嫁，还得请岳父大人您赐教。姑爷，这是何意啊？岳父大人，可还记得这是何物啊？20年前，你我两家交好，为双方嫡子嫡女定下这一纸婚约。敢问庄家嫡女可是三小姐庄寒燕？姑爷，这事儿不能这么连啊！你我两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凡事总得分个前后。我傅家婚约在前，你何家婚约自然不得作数。何公子，请回吧。庄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婚约是真是假？何公子，我庄傅两家确实曾有过一纸婚约。既未成亲，女方就有退婚之权。庄小姐，你若将傅大人的婚约给退了，我这份婚约就能算数。庄小姐，我虽非显贵，却也家门清白，艰苦自立。自会馆那日以后，庄小姐才华斐然，犹如睿智明珠，小生便心生了仰慕之情。我相信，依庄小姐的才智，
定能分辨谁才是家婿之选。您若愿意下嫁于我，小生对天发誓，一定在春闱之中摘得魁首，更会将你视为神女一般，敬之如宾，爱之如命。神女只应天上有，寒夜乃俗世凡人，只怕是无福消受。何公子莫动怒，我们在……不用了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却也不受你们如此戏说。替庄小姐已有良配，小生便告辞了。何公子留步，再听我一句解释。何公子，三小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先行告退了。傅玉溪，傅玉溪，你该给我一个解释。你做这一切，究竟是何心意？庄寒烟，我心中谋划的，一直都是你。谋划？我早已察觉，相夫教子并非你心之所向。上元登宴楼阁之上，你亦曾吐露心迹。既然你并不奢求男欢女爱，也笃信情义生变，只将婚姻大事当作一笔交易，以此换取金钱、权势、地位，来保全你余生不受他人之欺，不受颠沛之苦。那今日，我便与你做一场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想要的这些，我都能给你。如何给？你做我的妻子，我做你的谋士。1年之内，我会助你成为京城第一贵女，你可愿意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